大家好，旭大事非同凡响，我是童文勋。今天是2月17号星期一哦，又是星期一，希望不是 Blue Monday 啊。今天要跟大家谈几个题目，那大家陆续上来嘛哈，所以我们先来谈一个什么问题呢？比较软性的问题，就是其实那一天我看着伊隆马斯克呢，他带着他的小孩，啊。这个感觉很有趣嘛。有的人觉得说，那你干嘛带着小孩在这种严肃的场合呢？对不对？可是我觉得那个严肃的场合，然后讲了这么严肃的话题，因为 Doge 被挑战，所以面对了非常多的官司要去打官司哈。那时候财政部的资料还不能看呢、然后他们还接着要去看什么？要去看国防部啊，要去看 IRS，对不对？如果啊，他的国税局的资料可以看的话，恐怕会大快人心嘛，对不对？大家对 IRS 真的是这个有没有人爱 IRS 啊？爱恨交加吗？应该没有吧？哈，可以带枪查税的哈。这个 IRS 在美国，我印象中谁谈到 IRS 都是非常的这个恐惧的啊，这个可以带枪查税的。好，那所以为什么带小朋友？就是我认为啊，那个是娃娃拳呐、乱拳打死老师傅哈。这个娃娃拳呢，就把这些老江湖通通都打趴了。过去啊，其实很多人在讲电影，就说如果你的电影上映的时候遇到了有在演动物的，好，或者是在什么呢？在嗯有小孩子当主角的哈，那你就要非常的小心。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这个票房可能会被他打趴啊，因为小孩子会吸引眼睛，动物也会吸引眼睛啊。那今天带着一个小朋友在这么严肃的场合，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呢，川普一上来就介绍，这位是 X，X 是一个非常怎么样呢？IQ 非常高的一个个人 individual 哈，他是一个 IQ 非常高的个人，他不是叫他先生，也不是叫他小孩啊，不叫他 boy 哈，他说他是一个，你看他非常尊重他啊，然后小孩子也站得直挺挺的哈，穿着几套件啊，那个西装外套什么都有哈，小长大衣也都有啊，真的很可爱。那所以所有人的这个注意都被移转了，然后他不时在那边做一些小动作啊，然后把这个大家的焦点不知道放在哪里了，让这些记者这些老江湖啊都不知道他要把他的眼睛放在哪里了，一下就闪神了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策略，带着小孩子一起上战场。那我其实有一集介绍过哈，我专门在谈这件事情，就是伊隆马斯克把自己形塑成一个，就像日本的一个漫画，以及他有一个影集啊，叫做带子狼，带着小孩子去复仇的一个带子狼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去看我们讲的那一集。我觉得他是刻意在形塑。然后呢，我甚至有一个揣测，就是伊隆马斯克自己不能选总统，因为他不是在美国出生哦。可是呢，他的儿子可不可以选总统？当然可以。可是他还那么小，现在才4岁，那我可不可以筹划30年后的事情？当然可以嘛，从现在开始安排。因为马斯克年纪也不轻了，已经过50了，30年后他也80几岁了。可是小孩子还那么小，他现在就开始带着他走江湖。就像我觉得川普对于他最小这个儿子巴伦，他也在培植他，是未来是一个很显然是一个政治明星。我问过很多美国人哈，不管他是哪一个主意，我说以川普的最小的儿子啊巴伦，他的个子身高这么高，他不管走进哪一个地方啊，大家都看到他。然后再来他的颜值不差，他的功课也很好，整个形象，如果他有一天参选议员，那当然当选嘛。如果他来选总统，你觉得他有没有机会当选？绝对有。大家要圆一个什么？
当年甘乃迪带着一个小甘乃迪到总统府去，那是一个白宫小男孩。那这个小甘乃迪呢，就像一个小王子。有人就期待说，这个小甘乃迪在甘乃迪死后，是不是也可以从政？可是很不幸的，他坠机而亡嘛。所以这样的一个梦想，我觉得美国人可以从巴伦身上得到救赎。那巴伦跟这个小 X 两个人差几岁？两个人差14岁。所以等巴伦呢当完2任总统之后，那小 X 接上去。我觉得这个不是在说梦话哈。如果说他们真的有这样一个布局的话，然后为什么何乐而不为？这群人要服务这个国家，他们不是靠这个国家来赚钱的，他们真的要服务这个国家，他们不缺钱，他们这辈子的钱通通都花不完，他们就是要把这个国家弄得更强大，然后在资本主义的涓滴经济，在这样的一个涓滴经济的理论底下，让每一个人在不同的社会的阶层都可以得到他认为幸福快乐的人生。那这样的一个美国当然强大，有这样的一个美国，而不是贪赃枉法、贪污舞弊的美国，那全世界也会跟着好。就是美国好，其实全世界是可以跟着好，这个也是涓滴经济的一种那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形象哈。好，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几个大的问题。第一题就是我们来谈这个娃娃上阵哈，带着儿子上阵啊，其实是有原因的。然后昨天有人问我说，是不是可以对Vance 哈跑到欧洲去上了一堂民主课这件事情呢，我可以来评论一下。其实这件事情需要评论吗？我觉得欧洲这些国家欺负美国欺负这么多年了，然后吃美国的血，可是却整天都在骂美国，那不应该被修理一下吗？应该的啊，被修理了还很不开心哦。可是事实上，Vance 讲的对不对？Vance 讲的是对的。在 Vance 讲了这段话之前，欧洲发生了几个因为非法移民发生的凶杀案。Vance 讲完这段话之后，又再发生了凶杀案。你们的非法移民的问题难道没有处理？就是没有处理好啊，他没有讲错啊。所以我挑了一篇文章，可以给大家参考哈。尤其这个是法国广播公司啊，法广。那法广就我觉得就还蛮重要的哈，就是它代表的就是法国广播公司嘛哈，代表的是法国人的看法，法国人的想法。这一次在巴黎奥运哈，法国人的想法也给全世界的人啊非常的震撼。原来法国人是这样想的哈，他是这样看世界的，那理解就好，这就是法国人。那尤其现在法国总统哈马克龙才刚说什么？说你真的要跟我们科关税吗？你科高关税到最后的结果就是美国啊，你的物价，你可能会有通膨的问题，你可能会有通膨的问题，你还要跟我科高关税吗？其实你如果看斗局继续这样做下去，我记得我分享过非常多次了。经济学诺贝尔得主弗里曼他讲过很多次，一个国家会有通膨是什么原因呢？不是哪一个海湾国家它的石油涨啦，不是哪一个公司调整它的产品的售价，跟个人的所得通通都没有关系，唯一有关系的就是政府过度支出。所以当美国因为斗局，所以他砍了一半联邦政府的预算，他减少了这些支出之后，那美国的物价不但不会涨，而且会降。然后他又从关税把这一些他要减税的这些数字通通都收回来，联邦预算不减反增，他可以做的事情更多。那于他何有哉呢？绝对不会产生你所说的什么通货膨胀，而且你现在只剩下通货膨胀可以说了吗？啊，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 Vance 啊，给
老欧洲上了一堂课哈，我觉得这也很有趣，因为法国人就是这个样子哈，所以法广会这样子来看待事情，我也觉得可以理解。好，他怎么说呢？他说啊，美国2号人物 Vance 是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第一天呐、在德国发言的外国政要。可是就当这个乌克兰生死存亡之际，美国副总统的发言本来是备受期待啊，可是他却选择在这个时候呢，给这些欧洲领袖上了一堂民主课。什么叫民主啊？什么叫做官僚？所以这个就是伊隆马斯克那一天在椭圆形办公室的金句嘛，哈。他说我们要的是 democracy 还是 bureaucracy， 还是要官僚？我们当然是要民主嘛。可是大家真的知道民主是什么吗？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是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可是我常常这样去问台湾的官员，我们真的是民有、民治、民享吗？他们愣愣的看着我，真的是愣住看着我。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国家是民有、民治、民享。他们觉得这个国家就是我决定你怎么过日子，所以是官有、官治、官享。我决定你怎么过日子，我决定你可不可以聘请外劳，我决定怎么限制你，我决定你聘请外劳要用多少钱。我去外面谈了一个比市场行情更高的外劳的价格，你也必须要吞下去，因为我们需要有人要赚这个中间的差价啊。然后你还不能批评他，你批评他，你就是没有人权，这是非常荒谬的。可是我们一直在过这样的荒谬的日子。所以呢 Vance 给这些老欧洲上了一堂如何让人震惊的民主课呢？这是法广哈，法广这么说，他做了几个分析哈。他说啊，最主要的是你不尊重投票权，你压制言论自由。怎么样不尊重言论自由呢？我们说过了嘛，包括去威胁这一些社群平台啊，包括法国把一个社群平台的负责人、创办人给抓起来，到今天还不放人，对不对？还有啊，你对于英国的问题不能批评啊，而且英国对于非法移民一样，花大把的银子，纳税义务人的钱，让这一些非法移民可以住旅馆。英国有贫民窟，你不让贫民窟的英国人自己可以住旅馆，你让这些非法移民去住旅馆，然后通通都不可以批评，连境外势力、外国人来说英国说两句也不可以，他要长臂管辖。你只要有一天你踏入英国的国境的话，他就要把你抓起来。这离谱到什么程度？老牌的民主国家，是不是？所以呢，他义正言辞的说啊，在英国啊，在整个欧洲啊，我担心啊，言论自由正在退步。啊，所以呢，比俄罗斯跟中国跟其他外部势力的威胁，他更担心的是欧洲背离这些最基本的价值观，然后跟美利坚合众国本来是共享的价值观，这没有错啊。而且他说啊，在川普的带领之下，我们将捍卫你在所有的公共场合表达这些价值观的权利。现在是我们在捍卫你这个权利啊，哈哈。结果呢，你知道吗？他最后怎么样酸他？这个当然是法广嘛。最后他就酸他说，这个 Vance 啊，在慕尼黑见了德国的极右，就是另类选择党的总理候选人哈，爱丽丝。好，是极右哦。我介绍过这个另类选择党，它的党纲以及它的主张，无非就是德国版的 MAGA，然后都是非常正常的，具有 common sense 的这些主张。为什么就被打成了极右派？然后最后一段最有趣哦，法广最后就说了，几个小时之后，白宫宣布啊，无限期限制美联社记者进入椭圆形办公室，还有这个川普的空军1号，因为美联社呢拒绝将墨西哥湾称为美国湾，那他就是回来酸 Vance 说，哦，你不是说你有言论自由吗？那你就是在侵害言论自由嘛。那其实这个是侵害言论自由吗？根本就不是。我们可以回来谈，
就是椭圆形办公室的采访权是每一个记者都可以享有的权利吗？如果它是一个权利，你不能侵犯他的权利，那是他固有的权利。可是不是嘛？他要不要邀请你去椭圆形办公室里面，是总统的权利，是美国总统的权利，所以他不是记者的权利。那因为所有的人，包括 Google 这些地图都已经改变了，把这个地方标示为美国湾。那你坚持一定要称为墨西哥湾，那好吗？那我觉得你不欢迎我的这个意见啊，你不支持我的看法，那我也不需要邀请你来采访我啊。你显然不乐意采访我嘛，对不对？再来，空军一号也是啊，有没有理由就是说我一定要空军一号载着你的记者到处飞？那也是一个 privilege， 就是我邀请你，你才有，我不邀请你就没有这个权利啊。那你哭喊着说，哦，因为我不说墨西哥湾是美国湾，于是你就不邀请我，这有什么好说的？你应该要努力争取总统的欢心啊，他才会常常邀你去空军一号嘛，跟他一起共同去度假，不是吗？我觉得这有什么好吵，真的很有趣哦。好，感谢 John 斗内哈，谢谢您。好，那所以我们今天下面那一题呢，我们就要来谈这个马斯克赢了哈，终于打赢了官司了，到底他查账还能不能查下去啊？那不让查账，我觉得是民主党要自寻死路了。那真的以后可以，美国可以不用有选举了，大概共和党推谁就可以选上了，因为过去几年来都是民主党在执政啊。你民主党执政把国家的钱这样子花，浪费成这个样子，然后再查下去的话，贪赃舞弊，通通都会查出来啊。因为接下来要查 IRS 啊，对不对？那为什么财政部的东西不给查呢？也是有原因的。那目前的状态是什么？我综合了一下，跟大家报告一下哈，目前的进度如何？其实挺有趣的哈，就是根据最新的讯息，就是DOGE这个政府效率部呢，它还可以再去查3个部门。第一个部门是那个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另外一个是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因为它在卫生哈，就是我们的卫福部了哈，它的在这个上头的这个支出啊，支付非常的庞大，甚至有一些根本不是对美国公民的支出，那总要给我们看数字吧，数字总要可以看吧，对不对？好，另外一个就是劳工部，我觉得台湾更应该查的就是劳工部。如果你就业安定基金可以查清楚的话，那就没有什么东西不能查清楚了。你如果连就业安定基金都查不清楚的话，你不要告诉我说你是一个廉能的政府，你不要说什么砍什么预算，然后砍预算都扯到对美军购，这边东扯西扯哈，你第1个月还能扯，你第2个月就扯不下去了，因为真相很快大家会浮上水面嘛。一开始讲不清楚，你随便那边乱打，打到最后你就会看到真相了。这样子打对自己没有好处，所以永远谨守，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是为了保护自己，不是为了保护别人。好，所以除了可以查这3个部门，那请问，那财政部呢？其实财政部的官司他们也打赢了，就是官司为什么会打赢？打赢了什么？就是财政部本来他不准你看，连看都不准看，那现在他们的局部赢了，就是说你可以看，你可以读，但是只能读财政部的资料，可是你不可以去修改它，或是改变它。那他的目的就是要可以读啊，可以读就好了。那这个中间的争议是什么呢？因为一开始他们提出来，不管是什么单位组织，还是说是民主党的这些议员，他们提出来要求法官要发给禁制令啊，禁止联邦政府可以去查联邦自己的账，这真是荒天下之大谬。任何一个联邦法官都可以发出这样的一个禁制令，那你还有3权分立吗？司法要独立啊，行政要独立啊，行政自己要查自己的账，你都不让我查，那一定有理由的嘛。理由就是可能会侵犯隐私权。过去以来，我们知道啊，就是美国因为谨守隐私权的保护，
所以它禁止各部门中间啊，这个资讯可以串流。比如说 IIS 的资料，它就不可以串接到什么国土安全部门。所以你在进出美国的国境的时候，不会突然有 IIS 的人出来把你抓起来了，因为他那个资料是不能对接的。最主要就是对于人权的基本的保障。好，那你今天说你去外部雇了一个斗局这个部门，他们也不领薪水，有领薪水的官员会比较廉洁，是这样吗？好像没有道理嘛。他们不领薪水反而有事，因为不领薪水不是正式的官员，所以他们不可以来查账。真的是这样吗？并不是，因为呢，他们在抗辩的过程中也找出来一个法令了。这个法令是1932年，100年前呢，将近啊90几年前的一个经济法案。这个经济法案1932年的经济法案呢，就规范了联邦政府，它可以雇佣外部的单位，然后进来协助。它仍然是在执行政府的命令嘛，它仍然是联邦部门的一部分。那一个国家已经这么庞大，法律的规章也这么的有制度，不可能没有这个法。就像我们现在委托一个外部的单位去路边去收停车费啊，这都是类似的一个行政的这个模式。好，那你不管这个单位是义务的，还是他是必须要领薪水的，还是跟你用合约签合约来契作来履行，那根本不是关键嘛，关键是他要不要保守秘密。要，他还是要签一些合约，他必须要保守秘密。那跟你的联邦雇员有什么两样呢？所以你这个理由来制止他是没有道理的。第一个，第二个，隐私权的问题，联邦法院的更高一层的法官呢，在看地院的这一层级的法官发出了禁制令的时候，发现说你没有道理。你说有侵犯到隐私权，可是我看不出来有什么立即的危险呢？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要查账，他们目的不是为了要侵犯隐私权。可是我们可以理解，如果根据美国联邦的隐私权这个法案，你可以知道，就是说，如果自己有问题的人，当然非常害怕你会看到第一个他的社会安全号码，以及你查账的所有的内容，到最后都可以归并，因为你跨部门了。你跨到 IRS， 你跨到财政部，你跨到劳工部，你甚至跨到这个国防部，然后都已经抓到像路透社，他拿了国防部多少钱啊？然后用一个很奇怪、很荒谬的一个题目，那个 title 是什么呢？是跟造假的讯息有关的啊。那你到底要干什么？你们合谋在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这些钱当然要把它追回来嘛。然后你们为了安置这些非法移民，让他们去住豪华旅馆，这些钱当然也要追回来嘛。那这些弊端有涉入的人，现在包括他的社会安全号码，他到底拿了多少钱，被查得清清楚楚啊。然后因为他报税，所以现在他们确实把一些资讯做了一些所谓的不当连接，已经连接起来了。哎，为什么你是这个 USAID 的官员？你明明一年的薪水才多少？那为什么你的身家有这么多庞大的钱？以前这些资料是看不到的以前甚至你要去跟法院要求要调阅这些资料，你都要有合理的理由正当的怀疑。你没有合理理由、正当怀疑，你是看不到这些资料的。就他们现在一进去，几个年轻人再加上 AI 的协助，这些资料砰啷不到几个小时全部都对上了。这当然是这一些贪赃枉法的人的最恐惧的、你说心里的阴暗面有多大？当然是非常大。有多大？有这么大？有那么大？非常大，通通都抓出来了。好，那所以有法院就说，确实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轻微的，有一些一般的隐私权可能会被影响到，可是他们的目的不是要侵害你的隐私权，他的目的是为了要查账。那你们在抗辩说一定要发出禁制令的、临时的禁制令、紧急的禁制令的这一些人呢，却没有说出这些权利以后如何不能回复。如果我的隐私是被侵犯了，这些权利要怎么回复？就是你看完之后，这些资料要销毁。那我们必须要相信，就是说你签了合约，你必须要履行啊。你说不会哦，
伊隆马斯克收集了这些资料之后，他一定把它偷偷藏在一个什么地方，他有 AI 啊，然后之后要拿来怎么利用啊，然后抓到再说，抓到你就把他抓去坐牢啊，一行为一罚，就把他关到完全不能出来啊，他永远见不到他的孩子，这样好不好？所以你不能用揣测或是用怀疑的方式来禁止一个政府要把自己的政府做得有效率，做得很廉洁吧？这法官也判不出来嘛。所以为什么他们能够打赢官司的法律上的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个分析哈，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并没有影响到隐私权。有一些人隐私权确实可能会被影响到哈，我们也不否认。可是这不应该可以拿来阻挡，用隐私权来阻挡我们要去把政府变得廉洁。好，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行政的权利跟隐私权本来就有一个就会有摩擦，摩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要怎么处理。包括台湾在过去3-4年来的疫情的期间，我们收集了非常多的个人的资料，那个才真的叫离谱。我们竟然有行政院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把从邮轮下来的人以及当时的所有在那附近的邮轮下来的人，跟跑去好像我们东北角那边旅游吧，然后当时的手机覆盖的所有的人的他的消费、手机的通联，他用信用卡刷什么东西，包括他个人的 ID， 通通都被我们的陈其迈当时是行政院副院长拿去写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本来以色列还觉得说这方法很好，跟韩国一样，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呢，用蜂巢式的方式来阻止疫情的扩散。后来以色列发现说这不行，这有侵犯隐私的问题，而且非常严重侵犯隐私的问题。你不能说我把个资拿掉，去个资化，我就可以利用这些人的个资啦，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才是真的应该要被禁止。你根本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正当的目的，你可以去利用这些东西拿来写你的论文，然后挂第一作者，这简直是莫名其妙。到今天为止有没有好好检讨？没有。然后当时要实名制，出入任何场合都要实名制，然后说这些资料必须要在疫情结束之后要销毁，有没有销毁？我们到今天不知道你有没有销毁。那为了不要自己被实名制，所以那段期间呢，我的做法就是，那我就不要进出这些场合，尽量自给自足，反正自己种菜嘛，然后尽量不要去那种地方去买菜，你总可以在路边摊买菜啊，对不对？解决这些问题，然后我也不打疫苗，因为我不相信那种情况之下紧急做出来的疫苗哈。好，那这就是个人的选择嘛，不能够强制一个人要不要打疫苗哈。这个也是现在要让美国更健康。好，现在小罗伯特甘乃迪除了他可以如愿的看到他的大伯以及他的叔叔怎么去世的，这些机密的资料都应该要揭露之外，他可以用他的方法让美国更健康，要解决这些大药厂的问题。哈，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看着他们的行动，我们会继续来谈的。好，然后我们要谈这个有关于现在川普啊，他的所用的这些人呢，每一个人都各顶各的哈，都非常的厉害啊，非常的厉害，都可以把事情解决。哎，大家都在加一，加一是为什么？你们也没有打疫苗是吗？好，好，那现在各顶各的，每个都还蛮厉害的。不管是去中东解决问题的，像卢比奥现在在中东嘛，哈，然后川普的好朋友，当时川普在球场打球，差点又被第二次枪击案的哈，他的好朋友现在变成他派赴中东的特使，而且他也是一个房地产商，本来也是律师哈，后来变成房地产商，所以他已经协助美国救援了一个因为大麻的问题吧，哈，被扣留在俄罗斯的一个中学教师哈，把他救回来了。那川普对这个中学教师还蛮好的啊，他还跟他勾肩搭背的，然后他还留他在白宫住了一晚，这个蛮好的，很温馨，让长时间被拘留在俄罗斯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哈，
身心俱疲的一个美国公民，回到祖国的怀抱，然后还可以在白宫住一晚哈，你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嘛哈，大概没有人想要有这个福啊。可是今天呢，还有一个人来台湾，这个人呢叫做伯明哈。伯明其实我在之前我们有谈过哈，美国现在因为国家安全的问题啊，正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中共有没有可能再次用病毒的方式来攻击美国？就是他们怀疑这次的武汉病毒就是刻意的、人为的一个病毒的攻击啊，生化攻击。那么未来有没有可能再攻击？其实伯明在卸任白宫的国家安全国家安全的他的副座的这个位置之后呢，事实上他所从事的工作就是在研究这样的工作哈，他是副国安顾问哈，他今天跟赖清德见面了，我们跟大家分享，他跟赖清德见面呢，然后强调赖清德强调就是说靠实力达成和平的战略。那伯明呢？你看他们两个个子差不多哈，个子差不多，然后笑得非常开心。不过伯明这几年胖蛮多的。好，他还跟着蒙哥马利海军少将哈一起来拜访，然后强调呢，应该台湾持续强化国防实力，打造坚韧的非红色的供应链哈，非红色供应链。那这个可以确保台美的关系，我们的伙伴关系在科技与经济领域的一个优势。OK， 好，那所以他伯明的这样的这个反问哈，绝对不是表面上所说的，就是说台湾的预算哈，国防预算要达到 GDP 3%以上哈，不是为了国防预算。我相信他们也有沟通，究竟啊，我们前天跟大家分享了这本书哈 ，Rosenberg 他的这个新书有关于北京的背叛的这个小说，以及他所发表的评论。他不但是一个小说家，他是个多产的作家哈，他同时也是个记者啊，他有一个媒体。他在谈这个北京的背叛的时候，其实就主要有两个哈，一个就是生化的攻击，再一次用病毒来攻击美国，那一个就是这个武统哈，就是攻击台湾，突然攻打台湾，这个大概就是我觉得伯明这次来谈的，应该有谈到这个病毒的相关的问题，然后应该可以交流的蛮开心的，因为赖清德本身是医生嘛。所以他们就病毒以及防范病毒的这个问题哈的沟通应该是非常的愉快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不是一直说，赖清德为什么一直还没有去美国吗？还没有动身哈？那目前呢，白宫对于台湾的一些回应，有一些正面的反应了哈，也给予肯定。我们来看白宫的网页，这是白宫的网页哈。白宫的网页在2月14号的这个 page 呢，就是它盘点了一下啊，Wins come all day under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的这个努力之下呢，在这几天我们达到了什么样的成就哈？那盘点这些成就一样，我们也可以一键呢把它变成是中文，变成中文大家就可以来看哈。川普任期内哈胜利接踵而至，这是2月14号所说的。然后他说，在川普总统的带领下，美国人民充满胜利的这个一周啊，仅举上周有一些胜利的一小部分啊，然后我们就一路看啊，哈利路亚，好消息哈，一直往下看，看到有一小行就讲到了台湾，讲到了台湾什么呢？讲到了台湾啊，只有一句，就在这边。他说，在川普总统征收关税的背景下，台湾承诺增加对美国的投资。啊，所以台湾并没有被遗漏掉。可是我们总觉得这不够啦，因为当
川普一再的释出善意哈，不只是在国务院的网站，在对付南非，好，在各个领域，还有在集体电路上面，他也讲得很清楚了，现在已经把他的意图讲得很清楚了。那所以这几天大家都在谈集体电路的问题，我们待会可以来继续谈哈。好，可以来谈集体电路的问题。但是就这个部分呢，已经上了白宫的网页了哈，所以呢，也是算是一种肯定吧。那我们就来谈集体电路的问题，因为我觉得集体电路哈，有人说赖清德是牙科啊，赖清德哪里是牙科医生啊？赖清德不是牙科医生啊，他实质有没有做过医生？他有做过医生，很短的时间而已。哦，然后呢，他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他是念公卫的，他念过公卫。嘿，他在复健科当过复健师，不是医师。然后，他实质上对于公卫事实上是非常理解的。你记得他在台南市当市长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登革热的问题吗？后来为什么查到登革热的来源，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台南，我们现在已经岔题了，因为我看到有人提这个问题哈，我们就岔出去好了。因为台南那段时间有很多的那个新的建物，那就有一些外劳，有一些移工进来。那这些新的建物，通常你在盖房子的时候，都是先打电梯，电梯井，然后一层一层盖上去，然后最后电梯就是固定在那里了，电梯不会拆卸下来哈。所以电梯井呢是最深的，那下雨的时候就会积水。那这些移工就住在工地里面嘛，因为他们带着他们本土的登革热过来，所以呢，当时一测出就是说那个登革热呢是外来种的时候，就会知道说啊，可能来源来自那些电梯井，而不是你到台南各地去到处喷药是没有用的。所以抓到了来源之后，源头之后，后来那一波的登革热就结束了。他不是不知道哦，我对他的认识哈，我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我不会去过多的去夸奖他，可是他有的能力也不能去泯灭他啊。我们如果真的这么多人选出一个什么都不会的总统，那不是很可悲吗？每个人都有会的地方，那有一些人不会的很少，他只不会两个事情哈，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那种人就其实也蛮多的。我在说什么？好，回来，我们来讲这个台积电的问题哈。台积电啊，现在就是川普已经弄得很清楚了哈。之前他不说，然后有点犹犹豫豫的哈。其实他该说的也就说了啦。他要说什么呢？他就是要说啊，我们 Intel 啊不太行啊，是不是可以把我们 Intel 救回来？他不是真的要科你关税，他也知道科基体电路关税没有什么用，因为他都会转嫁到买基体电路的人嘛，所以对台积电的实质伤害几乎是零啊。那所以他真的要的是什么？真的要的是 Intel。可是当他说他要 Intel 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不信任你，就这样。你如果能够解决他信任的问题，那也许这件事情就解决了。你如果不能解决他信任的问题，那他希望你解决 Intel 的问题。所以我们先给大家看这一篇哈，这一篇是刘德英。刘德英呢，他退休了，对不对？那我们好几个台积电董事长陆续退休，刘德英事实上退而不休哦，他到美国去了。本来一度传出英特尔要找他变成执行长，不过呢，现在根据加州伯克莱分校的这样的一个新闻稿，刘德英最新的任务显然不是要救一家公司而已，而是 Intel 啊，不是救 Intel 而已啊，而是伯克莱有一个新的成立的一个叫做科技竞争力与产业政策中心，他要去这个中心呢，去协助他，然后协助更多的公司，以及协助美国整个国家呢，提升它的竞争力跟研发的能力。所以呢，伯克莱的大学的校长
啊，他说他非常的高兴啊，他这么说啊，他说这是我们的荣耀，好，能够有这样一位产业龙头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创建这个中心，以确保美国先进技术的领导地位，我们深感荣幸，好，深感荣幸。然后这个也绝对不是大家这边讲的说台湾的工程师是爆肝工程师啊。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解答的。因为呢，另外一篇报道，这个是我们的中央广播电台哈，这个是《华尔街日报》，他分享《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说法，说有可能博通这家公司跟台积电会分拆 Intel，如果博通真的要跟台积电分拆 Intel 的话，这绝对不会是川普想要的结果，他不会想要这个结果。因为呢，这个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他要保密的这一些跟军工相关的这些晶片，就没有办法在他觉得有安全感的情况之下来生产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应该不会是川普要的答案。那我们就等着看吧。啊，川普不会支持这个台积电跟这个博通分拆 Intel 的，这是不太可能的。好，所以今天其实我也刚这个傍晚的时候，跟一位在矽谷回来的一位前辈，在基体电路的领域的老前辈他也谈到这个问题，他有点忧心。我说别担心，因为呢，你对于细节太清楚了，所以呢，你很快就会进入细节去考虑，就是说这个会对我们的整个台湾的基体电路产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美国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川普其实心里都有数，但他其实真正要解决的是什么？就是安全感。他也知道要把你整个基体电路都移过来不切实际因为还有废弃物的处理的问题，这完全不切实际。他不会做不切实际的梦，而且川普也不是一个非常霸道的一个谈判者，他总是所有事情都有商有量的。以前以来不就这样吗？他连他的政敌都可以有商有量，就是这样迫害他的人，他都可以跟他有商有量。他有没有说我今天因为我当选了，所以反过来我现在要追杀你？并没有这么做。所以在这事情上面，我觉得我们可以等着看他最终他要什么。他总不会一开始就给你底牌嘛。但我们要知道，既然我已经知道了，你要的是让 Intel 可以继续活下去，你总可以摸出一条路来，你知道说我应该要从这上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嘛？因为台积电也不是省油的灯对不对？好，所以今天谈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就来谈谈泽伦斯基吧。因为过去以来有太多人讲到泽伦斯基的时候都说，哎呀，这个川普要卖掉乌克兰，卖掉乌克兰就会卖掉台湾。我不知道他们的逻辑怎么这个推这么快但是川普到底有没有要卖掉乌克兰？显然没有。到今天为止，他有没有强迫乌克兰要把这个领土割让给俄罗斯？也没有。甚至乌克兰已经先去做了一些准备，在谈判之前呢，我先也多占你一点土地。你如果要我割让领土，我也要你割让领土，大家直接交换就算了，是不是这样子？而且如果到时候谈判破裂呢，川普要的目的是什么？要欧盟这些国家，你们自己看着办，到时候看看你们要不要出兵呢？你们要去帮忙协防乌克兰呢？你不能只看我那他顺利的，也顺道的把这些人通通都逼出来了。现在甚至连瑞典都说他们可能有可能要派兵所以川普的这一些非常有次序的，为什么他可以有这么有规划的、有次序的，同时开这么多战场，对不对？Vance 跑去德国，然后他的特使跑去沙地阿拉伯，接着呢，卢比欧也在中东，他甚至还有一个特使跑在乌克兰，他可以同时开这么多战场，然后他还可以抽出手来，一下跟你谈谈台湾，一下跟你谈谈巴拿马，然后这几天我们都没有听到格陵兰了，这3个字没有再出现了，恐怕已经大局已定了。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觉得很寂寞
就是寂寞凄凉苦，那个人呢就是习近平，他突然被边缘化了。你会发现说，全世界这些主流媒体，还是说这一些社群平台，没有人在用这个习近平的讯息，没有什么好谈的，通通都是川普以及川普他这一边的斗局的这些人，或是伊隆马斯克，根本没有中国的事。本来中国觉得中东的事情我可以分一杯羹啊，乌克兰的事情我可以分一杯羹啊，现在呢，通通没有你的事，你根本摸不着边。那把他边缘化，比跟他正面冲突还让他更痛苦吧？原来他可以完全不理你，不搭理你，可是我还是一样，每一天攻下你一座城池。我记得前不久有一个游戏是什么？原来是你在攻打我的村庄，对，你的村庄一个一个被打下来了，可是你拿他无可奈何。这个就是这几天的新闻，我觉得总结起来最值得这个重视的一点，就是习近平中共整个被边缘化了哈，而且呢，被边缘化之后呢，还不吭声啊，还不吭声的原因就是因为人家都已经 AI 了，可是你没有 AI 的协助啊，你的 AI 是假的，去咬一些假的讯息回来告诉你，然后只要问到台湾问题，就是说哦，对不起，这个部分我还没有被训练完成，那他能告诉你什么呢？最重要要分析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分析，他还能告诉你什么呢？就什么都不能告诉了。好，那今天呢，就时间差不多，也跟大家分享到这一边。那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现在是分享一下大家的问题。好，王毅说奉陪到底是不是？那除了讲这一些莫名其妙的狠话，那还能说什么呢？他不想奉陪到底也得奉陪到底啊，不然他要躲在地下吗？以色列不会放过他的，就这么简单。你看过以色列放过谁吗？有一句话说什么？老天曾经放过谁呀？你看过以色列放过谁？纳粹时代的什么躲在什么意大利的，什么躲在中南美洲了，还不是这90几岁了，还是一个一个把他抓出来啊，从来没有放弃。哎，他就像一群狼，他闻到那个血腥味，他记忆中他记得那个血腥。你曾经欺负过我们犹太人，你曾经屠杀过我们，你曾经想要把我们灭国，所以呢，我亦步亦趋跟在你后面，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出手，就这样。所以得罪谁都不要得罪以色列，可是你偏偏就要去得罪以色列，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说灭掉以色列是这么容易的事情，这太天真了。灭谁都还可以，以色列听川普的哦，以色列也未必听川普的。以色列有时候哈，他就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做了就做了，你也拿他没办法。这个就是他们的 Hutzpah 的精神哈，这个是台湾没有的，让领导先走。哎，好，看看大家，好，最近又在吹捧 DeepSeek，这不就很简单吗？如果他真的这么厉害的话，他就继续厉害下去就好了。问他几个简单的问题都会回答不出来，这种这个 AI 可以用吗？就不能用啊。然后你还要再自嗨啊，骗领导没问题啦，拿来骗领导没问题啦，因为领导搞不清楚嘛。但是最近我觉得还是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中国最近又有莫名其妙的突然有一些人猝死哈，然后症状呢似乎是有人说是禽流感，人传人的禽流感，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是非常恐怖的。随着气候的变化哈，春天来了，然后候鸟这个飞来飞去的，如果真的是禽流感的话，有可能会形成全球的大流行。这也是我刚才在介绍的，就是伯明呢，他离开了白宫的副安全
副安全的主任哈，国安的那个顾问，这个副座这个位置之后呢，他其实进入一个私人的机构，那这个机构呢做的就是这种病毒的研究，研究什么？研究每一台飞机上到达美国的飞机上的这个厕所里面的，到底检验出来有什么样的病毒，已经到了第几代？那你如果要带病毒到美国来，你这个长途的飞机，你不可能不上厕所，所以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去检测到最后这个病毒的源头是从哪里来的。它不再像上一次这个 COVID-19 武汉病毒，因为 COVID-19 所以被打得措手不及，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情了。这个也是川普在上一任被打得措手不及，必须要报的一个仇，这个仇一定要报的，不可能不报。他为什么第二次选的那么辛苦？那个 COVID-19 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原因嘛。而且那时候其实大家对这个病毒都不熟悉、不了解，然后也被民主党打得措手不及。然后本来他把国家的经济弄得很好啊，当他还来不及回升的时候，就遇到这个 COVID-19 的重创，所以把他的政绩打得这个七荤八素的，这个仇他一定要报的啦，没有可能不报。好的，好，纳坦雅胡哈跟川普当然关系是很好的。OK，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其实每一天都有非常多的新闻呢，我甚至在想说，是不是每一天都来做一集呀？在我们做新闻之前呢，在我们上线直播之前呢，我们先来做一集，今天的新闻的这个集要，哈，让大家也可以先去看这些新闻之后，我们在互动的时候，会比较更好的有一个互动，哈。好，谢谢钟喜兄。哎，你看得出来，我现在已经没有麻醉的后遗症了，对不对？所以我昨天2天做的那个，真的是在一团迷雾中，我在迷雾森林里面哈，还设法把自己的逻辑可以弄清楚。然后我觉得那2集我自己应该要把它留下来，一定很有趣的哈。有人说比较没有律师味，我不知道要怎么判断我比较没有律师味。OK。因为我已经习惯这样讲话了哈，所以我女儿可能会抱怨说：“哈，我妈妈就是这个样子啊，每次都用逻辑在讲话。你是我妈妈哎，嘿，你应该要对我非常的温柔体贴。”好，那就这样子吧，我们就明天继续来分享国际大事。那国际还有什么大事呢？都马是川普的天空，真的被覆盖在川普的天空底下。也不错，因为这些对台湾来说，几乎每一件都是好消息，即使是基底玷污的问题啊，我都认为是好消息，不管它放在哪里啦，啊，从来没有细盾这个事情，没有细盾这个事情也是国民啊，就是刚在总统府跟赖清德见过面的国民说的，根本没有细盾这件事啊。以习近平他们来说，他们要穷兵黩武，他哪管你基底电路要不要保存下来？打掉就打掉了，他根本不在乎一切回到解放前啊，所以不要用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觉得更深的，如果我们把自己绑进整个美国的利益的整个结构里面，然后在经济在科技上面，我们都跟他有更深的合作，这个才是我们顺着这个趋势最好的一个方法，最好的一条路径。我们明天见了，拜拜。